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分手2年后，赵丽颖冯绍峰现状差距巨大，生个孩子你就变了。前些天有2个微博热搜特别有意思，一个是赵丽颖为角色增肥，是夸她如何敬业，为了拍戏不惜放弃身材管理去增肥；还有一个就是赵丽颖说演着演着就胖了，直接否认自己是为了角色增肥。敬业的标签还没在她脑袋上贴稳，她自己就把它撕下来了。比起黑她，赵丽颖好像更害怕看见别人夸她。有人发微博黑她，她未必有闲心去辟谣或者回应；但有人夸她，她总是急吼吼地跳出来给自己澄清。早年拍摄《花千骨》时，就有博主拍到她蹲在片场吃饭的照片，夸她不娇气，不愿享受主角特权。粉丝都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赵丽颖自己就找了过来，别帮我编故事了，谢谢。事后还要发微博辟谣，不需要总帮我写悲惨的故事，立奇怪的人设，我努力着我该努力的，也享受着我该享受的。似乎大众给予他的肯定，都是他承受不起的赞誉。不怪他如此小心翼翼，实在是他走的路比一般人都艰难。老天爷开局发牌，他拿到手的并不比普通人好上多少。早年间想要在娱乐圈成名，天赋、运气和美貌缺一不可。赵丽颖能拿得出手的，只有一张略带着土气的美貌脸蛋，就这样，还时常被人唱衰说圆脸演不了主角。她正式进入娱乐圈，是凭借冯小刚的一支策划片。尽管冯小刚曾经夸过她聪明有潜力，但内心显然没太把她当回事。拍完这个策划之后，冯小刚再没找她合作过，她只能开始长达7年的跑龙套之路。老实说，赵丽颖不算是多有天赋的人，她胜在肯拼。只能演小龙套，她就跟在主角身边请教演技。在演左青秋的时候，当时的女主角安以轩就断言，她将来一定会红。一语中的，赵丽颖等来的第一个机会是《新还珠格格》里的乔儿一角，这是她第一个戏份还算多的角色。琼瑶剧原本是造星工厂，但新还珠却是说生一片。大家说紫薇大马猴，说小燕子只会瞪眼睛，说剧情扯得稀碎，唯独乔儿得到了观众的怜爱。随后是一部热播的《陆贞传奇》，赵丽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第一部女主戏，而她被于正看中的正是身上那股子不服输的任静儿。赵丽颖自己也说，她看到了陆贞，就像看到了自己。这部剧火了之后，赵丽颖再不用愁戏约了，1年365天，她至少有300天都泡在剧组。后来赵丽颖和谢娜一起上《向往的生活》，2个人放飞自我，玩得特别开心。谢娜说，他们约了2个月都没时间，最后还是在综艺上见面。赵丽颖那一整年只休息了3天，她为什么这么拼？这个从跑龙套爬上来的姑娘，深知自己无可依仗，只能用最快的速度奔跑，跑到所有人的前面。有人认为赵丽颖很笨，身上有着大把流量，只要安安心心拍几部偶像剧，自然就有大把钱进账。我却觉得这恰恰是她的聪明之处。她清楚地明白娱乐圈的立身之道，观众不会一辈子为傻白甜买账。努力的她迎来了大爆特爆的《花千骨》，前期的可爱单纯和后期的冷漠无情，让小谷的名字在那个夏天红遍大江南北。她终于向所有人证明，圆脸也是可以演主角的。但新的问题又来了，她又被人吐槽甜妹的脸，笨蛋的嘴。爆红的有1年，她上过一档综艺，软萌可爱的赵小刀因为不会说话，被同组的姐姐们玩笑。有一期她和谢娜坐在一起吃早餐，2个人凑在一块咬耳朵。
娜姐，幸好有你陪我。怎么了呢？因为我觉得我每次都穿得不好看，但你又和我穿得挺像的。这话一说出来，在场的姐姐妹妹都笑弯了腰。那时她虽然不太会说话，却也坦率可爱。上综艺上节目，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但人红是非多，那些无心之言，总会被有心人剪辑出来，大家批判。慢慢她就学乖了，她少说话，多做，用行动的力量去战胜一切。别人说她只能演傻白甜，她就不断尝试新角色，坚韧果敢的楚乔，聪明美貌的盛明兰，黑白成谜的沈宇，较真直率的何幸福。仔细去看她选择的角色，其实没有太多重复的人设，每个角色都有各自不同的内核，以至于每一次她出现在大众眼前，都给人一种突然的改变。别人说她土气，不会打扮，她就拼命去购时尚资源，改变穿衣风格，努力自信起来。后来在拍时尚大片，她已不逊色于同框的85花们。就算从马上摔下来留下永久性伤痕，她也只是在背上浅浅地纹了一朵花，不至一词，还是网友觉得花的纹身很独特，才扒出来这一段往事。她总是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你看我能行。她像一把反复打磨的剑，在时间的沉淀里愈发锋利。还记得她当选金鹰女神的那一年，有网友做了历届金鹰女神的对比，其他女神站在那个位置上，眼神里都透露着喜悦、从容和自信，而赵丽颖不同，她的眼神相当复杂，不仅仅是喜悦，还有扬眉吐气的畅快和脱胎换骨的自信。她的严厉像在说：“我终于走到这里了。”在成名前，她端过盘子，做过销售，发过传单。在星空演讲时，她对于成名前的事情一句带过。她说：“不想让别人给她立一个悲情的人设，让大家觉得她有多苦、多不容易。”前夫冯绍峰曾说，最欣赏就是她的洒脱，思路清晰，非常明确。的确，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姑娘，一定是足够清醒且通透的。她十分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。有人不喜欢她，觉得她拼尽全力的样子很狼狈，但努力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她在演讲中说：“男人都有英雄梦，女人为什么不行呢？没有王子，她也能从灰姑娘变成女王。”她就像 Dior 官方的那句标语：“平凡女孩的征途，也可以是星辰大海。”写在最后。关于赵丽颖，网友有2个评价我印象很深。一个说她抠门，2022年给群演发红包，每个人只给200，被人吐槽小气，还说农村出身的就是小家子气。再就是说她用力过猛，用时下很流行的一个词来说，叫没有松弛感。我却觉得这没什么可嘲讽的，她和别人不一样，身后无人可依。在她坚韧底色之下，有一个刀刃向前的进取灵魂。波伏娃说，女人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，那就要重新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定义女性的性别角色。在小赵这里，我们也看到了更立体的女性形象，不一定为了婚姻爱情要死要活，也不给自己添加唬人的标签和故事，反思着成长带来自己的经验，温柔而坚定地继续前行。对于赵丽颖，你怎么看呢？你最喜欢她的哪部剧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说出你的看法。